你看啊，这个左右两侧都有这样的房子，挺美的啊。这里还有一个小湖，我们来看看啊。哦，这个小湖不知道是不是水深水库的一部分呢？这边可以稍稍张望一下，对面的那些房子呢，就是我出发的地方了。很多人都把卡拉 OK 带到了外面，在外面唱歌。远处应该就是长居岭的新的社区的楼群啊。嗨，大家好，今天呢，趁着比较凉爽了，再次来到黄埔的金兰酒店，就是我左侧身后的这一个建筑群，非常漂亮的一个酒店啊。但是今天我是要到这边来转一圈。是我这个地方设了个门禁啊，这是民权居，应该也是一个政府接待疗养的地方吧。其实这边呢，就是水深水库，黄埔区的一个水库。当然，现在也是供大家老百姓到这边来休闲的地方。我上次专门在这边围着湖转过一圈，并且还骑到了外面去啊。今天呢，因为是跟家人在一块，所以我就只是围着这个湖一次骑行。看到这个路上还有不少的大家到这边来休闲的人们啊。这个地方你看啊，有很多跟这个环境非常协调的一些建筑物，相信呢都是政府的接待的地方。整个环境呢，感觉就像一个园林式的宾馆啊。然后在湖边建了一些房子啊，这一栋栋的房子看上去很美。那感觉呢，就是一个高级的疗养的地方，或者呢是某些大领导来了以后可能需要招待的地方啊。当然，平时肯定也会用作会议啊之类的，但我不太清楚有没有跟老百姓开放，应该花钱也是可以进的吧。你看啊，这个左右两侧都有这样的房子，挺美的啊。原来是这样，要不就一直拉着那个单车，我看着点车。然后坐在马路边。这里一栋一栋的独立的房子，错落有致，有的建在湖边，有的在山坡上啊。每一栋啊都像一种豪宅的这种样子，但应该都是用于出租的吧。
其实就是这一段，它是做了一个门禁啊，就你只能是单车或者行人通行。出了这个外面呢，就是老百姓休闲的天地了。哇，你看这个左侧湖边的草坪上，很多人席地而坐，铺上一个塑料布，或者搭几个小帐篷，就在这边休闲啊，游乐半天时间。甚至还有人跑到这里来摆摊做小生意的。前方是一片竹林。这座水库呢，建在一片矮山的中间啊，所以边上的这些马路呢，其实都是一些山道啊，上上下下，爬坡时候还是要费点劲。你要是不想踩到，你就是不看人的。我记得上次我就是这么骑的，就是顺着这个方向。今天早上我在村里骑行的时候，气温42度。刚刚我开车的时候，车上的温度计呢已经是16度了。所以现在这个下午的时候晒着太阳，身上还是感到比较温暖的。看到很多家长啊，带着小朋友坐着登山棍啊，走山道。反正我知道的，亲这里种子差不多。这里还有一个小湖，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小湖不知道是不是水生水库的一部分呢？
坡转左，去君南酒店，下坡转右。锅仔糕，脆皮烤肠，肉五肠。刚刚一个长下坡，现在就长上坡了。怎么搞的？那天那个，他喝的，我讲他喝的蛮好的。看来还是有不少人登山啊。这个水库边上的山道倒是蛮适合大家登山的。我尋晚都輸咗幾個人凍啫，好啊。这个湖边呢，遍植翠竹啊，这个竹林看上去碧绿碧绿的，还是很美的。但是呢，也把这个湖景给挡住了。去找一处可以观景的地方做。Ôi, thì chỉ con thì tháng đó nó tháng mà cái lần mê thì mà lo.
已经围着湖转了半圈了，还没找到一个可以观望湖的一个观景平台。这里还可以。这边可以稍稍张望一下，对面的那些房子呢，就是我出发的地方了。在这个由山围出来的一个山谷，现在变成了一个水库，看上去还是生态环境很好。好，我已经在这个水库边上稍稍站了一下了，就是从对面这么过来啊，它是有这个环湖的步道或者骑行道的，大概全长5-6公里而已吧。我现在应该走了一半，甚至有余了。现在我就是继续顺着刚刚来的这个方向继续向前，能不能找得回我刚刚出发的地方？今天因为上午已经骑了一大圈了，所以下午呢也就是稍稍的骑一段。好，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再顺坡溜下去。这边呢，真的大概我估计80%-90%都是绿色的这种植被啊，这个包括有很多的竹林，更多的树木，当然有些地方可能也有一些草坪之类的。鸟语花香，虽然花不是很多，但是耳畔的鸟鸣声呢是不断的，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去处。而且环湖一周呢5-6公里，我觉得不用说骑车了，就是步行应该也都不在话下的。这也是为什么吸引很多人到这边来走山有关系。虽然说这个湖边呢没有什么休闲观景的这种平台啊、长廊啊，好像还缺一些啊。我要放这天，陈院长。其实这个右侧还是有更高的山林，我也看到有些匝道呢是可以往上去的，当然骑车肯定是不行的，也可能在更高地方呢有更好的观景平台之类的吧。我记得有一回，可能有个1-2年了，我也不记得了，在这个环湖道上骑行，然后呢骑到了外面大马路，就骑到了长岭居跟这个大马路两边的这种新的住宅区那边也去看了一看。整体来讲呢，这个地方环境真的很好，而且是新的一个城区啊。但是呢，毕竟是新建的啊，可能商业啊等等方面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建设才行。出来包出来。靠边有张妹妹。后面。哎，你大概只用开车过来20多分钟不到。走这里呀。OK， 好的啊，待会就5汤。
往前走。哎，不带拖垃圾，谢谢。这老头还有这像这样一个。我走完好多了，是的呀，我不敢过去问。后面有车，别乱动。有车，靠边。靠边。貌似我已经从一个高坡骑了下来了，因为这边呢好像感觉是一个下坡道。哦，原来这边有个堤坝，现在关门了。哦，那只能是往这边下去了。我们来这边稍微张望一下，这原本的是条大道，过去呢就君兰酒店，我上次专门骑过的，但现在把这个门给关了，那也没办法，现在就转到这里的一条小路，看看能不能从那边再拐过去，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拐过去，应该是有机会的吧。好，现在这个坡缓缓的骑下。这个坡有点陡啊，我还是安全起见，推着车顺坡而下。下面呢好像很热闹，我看到草坪上面坐了很多人，大家在这边欢歌笑语的。后面有单车呀，往两边。妈抬车呀，后面有车。
这边好像来到了另外一片世界，好像过不去了。这边大片的草坪上面有很多人，就是随意的闲坐，也有很多的一些游乐设施供大家游乐。很多人都把卡拉 OK 带到了外面，在外面唱歌。蓝牙已开开。看过草坪是吧？还禁止踩踏。这个现在这里没路上，我觉得。既然这个公园那么的大，而且今天人气那么足，那我就多逛一会儿吧。不走啊！这是干什么？有两个水泡，在打那个人吗？他在上面晒一下。是啊，你可以摊到这里上面晒一下。没事没事。我也还好。那里。往下面走的那些也水库走一圈都。啊，还有对。是正当真的是当老师。打吧。啊。来，等一下，过来。
外面好多糖水卖木薯糖水味。哦，20。然后呢？要800人民币吗？我想起来了，上次就经过过这一片小农庄的。哎呀，哎呦，哎，真搞的。这个是果蔬种植基地的。我上次去那里啊？我们到龙湖南境，然后到极品面沙一个。那你那个很大啊。你宝宝，你看那个，哎呀，这样看，过来帮个忙。他不要的话，他。好了，我已经围绕着水库的骑行道骑行了一圈，又在水库下的这个大公园也绕了一圈，现在准备走路回去了。你累了？来，到了走，有点输的给我的，走到了司机。现在水泉有点歪了，你知道吗？妈妈，这才有翡翠吗？哪有翡翠是发财的吗？好，我们站在这个高处，再来瞭望一下刚刚我骑了一圈的这个水边的公园。这个在水山公园水山水库下面的一个水池边上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公园。那这边呢是老百姓可以在这随意的搭帐篷、拖地毡，可以随意的按照自己心愿休闲娱乐地方。看看远处应该就是长居岭的新的社区的楼群了。这片地方有山有水，有游乐的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好了，今天不能留人太久了。
我们现在继续推车上坡，准备跟家人会合，开车回家去了。我的右上方呢，就是这个君兰酒店，应该也有个什么国际会议中心吧。这个怎么上去呢？这个无路可去了。这应该是一个餐厅吧，户外的部分。没联系上你，我直接走了啊。从这个君兰酒店的一个餐馆转出来啊，就是一个陡坡。刚刚我开车就从下面上来的，只能推着车再往前走走了。隔了一段时间再来，感觉呢这边环境依旧，人气呢也比以前足了，可能这个天气啊更适合出游。当然了，大家更多的选择那种不要钱的方式，找一块草地，铺一块地毡，带一些食物，当然有些人也会带一些唱歌的设备等等，就在这边消磨半天时间。就这种群众性的休闲活动也很不错，毕竟提供了这个不错的环境给了他们，使得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跑到外面来走走。前方呢就是酒店的停车场，下面的地下停车场呢没有开，也不知道是不是满了。地面的停车场呢早已满座，所以呢这个管理人员就叫大家在路边随便停嘛，那他也是没有办法。好了，今天就到此又一游，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的观赏，改日出行再见吧，拜拜。